关于5月6号的复刻线组大预测，一个字：难。大家好，我是派雷专家罗哥。今天我们来预测一下5月6号的复刻线组。我们先把咱们的线组备选库给整理一下。目前备选库里面还剩下灯笼裤线组、排箫线组、白金线组、吓人线组、粗辫子线组、公主头线组、面纱线组。预测这玩意儿嘛，心情往入过山车。本以为预测复刻线组越到后面备选项越少，越容易猜中，但谁能想到越预测这备选库的线组数量越多啊！之前的魔法季线组加入我就不说啥了，上次直接来了个24复刻的红绒，那我心态就彻底崩了呀，所以我只能扩大线组备选库的范围了，把去年复刻过一次没24复刻的线组，也就是准24复刻的线组也加了进来。今年的准24复刻的线组就先不加了，因为时间间隔太短了，策划应该不会复刻近段时间的24复刻，否则真的很容易引起公愤。那么策划给安排了一个24复刻的线组以后，下次复刻策划会给咱们安排哪个线组呢？我去查了以往24复刻的历史，发现安卓国服第一个24复刻是在去年的12月17号的火手狼面具线组，紧接着就是第二次24复刻是在2周后的12月31号的笛子斗笠线组。以上事实虽然样本量少，但至少也能说明一个猜想：4月22号是一个24复刻的宋小宝，紧接着5月6号会不会也是个24复刻呢？最关键的是之前连续复刻了好几个低人气线组，那么这次复刻会不会是一个高人气的准2次复刻线组呢？所以我特意把去年相对受欢迎的准2次复刻线组给罗列出来，让大家一起参与一下，看看以上的准2次复刻线组哪个属于高人气线组。得出了以下数据，这一次我估计策划可能用红耳机线组来救场子。在这里，有的同学可能会有疑问，这不5·1的复刻线组波波不都出来了吗？我想说，5月1号不是周四，就是个特定的节日，可以认为5·1的波波是临时插队加进来的。个人认为不影响6号的复刻。那么如果忽略5·1的线组的话，大概率6号就是红耳机线组了吧？所以5月6号的复刻，我断定就是红耳机了。有理有据，令人服气。Oh yeah！ 但是这里我又要说个但是了，这次的预测还没有完。要知道，我每次接个数据的合理分析，胜率都非常感人。同样，通过玄学八卦来预测的胜率也依然感人。所以这次我不信数据，不信八卦，改信星座了。既然不相信合理分析了，那我就把之前分析的准2次复刻全部排除掉。没错，我也把自己给排了。那么备选库里就是这几个线组了。5月6号是金牛座，根据金牛座的真人性格描述来分析，慢热、固执、保守。最牛的一点是特别能赚钱，对钱有很强烈的欲望。那么问题来了，在这剩下的这几个线组里，哪个线组花费比较高？哪个线组会激起你强烈的消费欲望？为此我特地去查看了一下下面这几个线组当初在季节里所花费的季节蜡烛的数据，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很明显，大粗辫子线组应该就是极有可能掏空你钱包的那一位线组，人气也高，花费的蜡烛数量也多，那基本就他了。所以我断定5月6号的复刻线组肯定就他，大粗辫子线组有理有据，令人服气。Oh yeah！